光芒。应该承认我生而平常，却不敢沉默的冷场。Break it down, I'm taking over now. Tough it out, that's what I'm all about.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，解锁一道光。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，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，试炼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，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，握在我手上。早啊，浩顿。早，佳慧。我今天收拾屋子，整理出来一些旧书，想过来问一下你需不需要。这些都是什么书啊？都是一些关于精神医学的。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不客气了。你是在研究双向情感障碍吗？好，我最近在帮我们老师翻译论文，还顺利吗？还可以吧。我去给你倒杯咖啡。认知功能的损害，到底是双向情感障碍带来的损害，还是药物治疗的影响？目前是存在争议的。你对这方面有研究吗？研究倒是谈不上，我以前学习精神药理学的时候，有读到过关于双向的研究实验，说是把接受锂盐和丙戊酸钠2种药物治疗的患者，分别进行认知功能的测定，结果发现他们的执行能力和记忆力都受到了损害。佳慧，那你知道有什么药可以缓解跟治疗临床症状的同时，还可以降低对认知功能的副作用吗？药理学应该不属于心理咨询的范畴吧？我最近不是在翻译论文嘛，我就突然感兴趣了。我认为，非药物跟药物干预相结合，可能是最合适的。你是说，前者是你的专业领域。这种病被称为天才病，很多从事艺术行业的工作者发病率较高。一旦发病，处于躁狂期的时候，会变得精神亢奋，觉得自己思维敏捷，同时也会变得暴躁易怒，遇到什么小事就会发脾气、摔东西，这就很大程度上的损害了社会功能。但如果他们一旦处于抑郁时期的时候，情况会更糟糕一些。对了，浩顿，你之前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吗？没有，是我们老师有对这方面有研究。刚才听你说，我好像突然找到方向了。认知疗法、线索回忆训练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。通常一到进入精神障碍的状态，就需要结合药物的进行干预和治疗。但目前药物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很多问题，所以也会影响咨询师的判断和治疗。你可能是被自己绕进去了。是啊，但是还好，你刚才点醒了我，谢谢你啊，佳慧。你的咖啡我没白喝吧？当然没有，你给我突破口，我们老师一定会很开心。哎，我有时间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师认识吧，他人特别的好。好啊。进。干嘛不在座位在这待着？想开会啊？我在开新飞跃化前期期的策划案。你们前2天吵架的事情我听说了，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怎么想的？其实对我来说，任何节目都一样。你想用这个节目赢过王卓，我也可以有漂亮的收听率和关注度，我们各取所需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所以这一次，我支持你。姐，我变卦了。之前东子说我没有想好节目的目标跟定位，这2天我反思了一下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节目只能卡在第2上不去了。咱们的节目说教性太重，没有用心去感受听众，跟他们互动。每一期节目，我们基本只关注我们要聊什么，而且大多数都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跟他们探讨怎么解决。我们没有跟进听众，跟进他们是否真的听了我们节目有什么收获，或者他们还需要什么。行，细枝末节的我就不管了，你可以自己搞定。哦对，明天策划会别忘了。好，放心吧。你呢？到你了，我啦。哟，阿彩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表情怪。别打了。哟，姑娘回来啦。我杠一个。我说别打了。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跟我出来一下。不许看我牌啊！等着回来啊。你这孩子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呀？啊，这么多人呢，不给你妈留点脸呢？你是不是借高利贷了？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你跟我都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高利贷那种东西你也敢碰？高利贷，我都看了，那上面利息不高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没有工作，我找谁要钱去？你要多少钱？你跟我说，我想办法。我哪次没满足你？那些人就是拿准了你看不懂条例，到时候利滚利，我2辈子工我都还不起。我就借了3万块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我这次想办法帮你还上。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见。你帮妈还啊，帮妈还，真是妈的好闺女。那你答应我？答应答应。妈，曲小红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我这辈子因为你，我没有睡过1天安稳觉。我每天一闭上眼睛，我就会想到小时候，我就怕门外又有人追着讨债。你能把家底都掏空了拿去炒股，连我爸治病的钱都不放过。是，我是把你爸治病的钱都拿走了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。可是我对你呢啊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指着我的鼻子教训我呀啊！你别忘了，再怎么样我是你妈。你是我妈，你尽过当妈的责任吗？高考那年，我发着高烧还在想办法赚钱替你还债。我发传单晕倒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吗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在打牌。是我爸，一个大男人跑去小卖部给我买卫生巾，然后回来一点点教我怎么用。我爸第一次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给你打了1夜的电话你都不接，最后是我哭着求邻居帮忙把他送到医院。这个家有你没你有什么区别啊？人家都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我真的觉得我连根草都不是。你少来这套吧！你当初不就看中他有争议、有话题热度，才把他拉进来的吗？你尊重他，你把我放哪儿啊？我看啊，你就是把我们几个人当成你的垫脚石来公报私仇。没错，我做新飞夜话，我找何东，我做的一切，我就是为了抢回时间访谈。怎么了？钱哥，哎，你怎么也跟他们去吃饭啊？你不是要看精选评论吗？我还没弄完呢。怪我，怪我。没事儿，我囤了好多酸辣粉呢，有它就行了。那哥，你先忙。小丽，你觉得那天我跟东子说的话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
话是冲了点儿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一个心理咨询师在抹去来访者的信息之后，我认为是可以做研究和分享的。你看，弗洛伊德还写书了呢。但是吧，这件事儿怎么说都不应该是我们去要求贺老师，除非是贺老师自己主动想分享，你说是吧？所以我感觉钱哥你膈应就膈应在了这儿，你感觉不应该为了我们节目的利益去道德绑架贺老师，让贺老师做自我牺牲。没错，还有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要治愈一个来访者的咨询疗程，可能需要几个月，甚至可能会是几年。就算何老师肯提供素材，但他也赶不上咱们每周3期的量跟进度，这不是长久之策。对啊。哎，钱哥，我刚刚整理精选评论的时候，有一个热度最高的留言，她说她老公的妹妹最近搬来家里住了，每天她老公一回家，她妹妹就往她老公身上挂，还要亲亲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日没夜的嚷着跟她老公一起睡，她现在很是困扰，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妹妹不要这么自私？情感纠纷？应该不是。这条留言的第一热评好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写的，他说：“这位朋友，你应该让你的家人带你去医院看一下，你应该是得了重度产后抑郁，你老公的妹妹，可能就是你的女儿。”人家都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我真的觉得我连根草都不是。当小三，网友都知道了，还追着曹总不放，这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？穿的这么少，一看就是往外挂的。不要脸！季教授您好。你好。您请坐。没想到你约在这里。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我那个徒弟啊，搞了份副业，在这个地方做了档电台节目，叫《心飞夜话》是吧？我们主编也经常提起，叫我们多听听。贺心理师年轻有为啊，在电台节目跟心理咨询方面都很有建树。我想他一定是您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吧。傲谈不上，不过得意确实是有。那季教授，咱们就开始吧。好。这次采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新书计划。作为心理学界的泰斗，同时还担任着海事心理学会会长的重任，您出书的消息一传出来，就立马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。记者头子，你就别给我这老头子戴高帽了。那您方便给我们这些对新书翘首以盼的读者透露一点独家消息吗？我这本书虽然大家也是最近才知道，但在挺早的时间我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想必这其中一定承载了您的很多心血。当初之所以想写这本书，是受到了一位故人的启发，他让我意识到向大众普及心理学是件重中之重，关乎健康乃至生命的大事。
也是我自己应当承担起来的责任。那您的这位故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呢？这重要吗？季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但向大众推广一门比较复杂的学科并不容易。以前我的书也大多是向行业内的人互相交流探讨。这次这本书呢，旨在把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，用大众更容易理解和分析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听起来是本特别让人推荐的新书，但是我想知道的是，您作为心理协会的会长，平时要打理会里的工作，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辛苦是自然的，不过未来我会让我的学生承担一部分的工作，我也很期待尽快的完成，在半年内和大家正式见面。您说的学生是贺顿吗？是的，他不但是我学生，还是我的得力助手。果然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您和贺老师的关系很好。待他久了，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。这也算是对您多年来膝下无子的一种慰藉了。没有孩子不算遗憾，那爱人呢？您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待他久了，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。你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果然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您和贺老师的关系很好。你说你没爱过，你为什么说你没爱过？丽丽，我这柜子里面的档案你有没有动啊？没有啊。那不是你放来访档案的柜子吗？你千叮万嘱不让别人碰的呀。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我自己放乱了。外面下雨了，你注意点啊。那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啊。拜拜。贺顿。家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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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说你没爱过？家辉。家辉，家辉，没事吧？你发烧了？你慢点。头晕不晕？等我一下啊。来，把这个药喝了吧。你还好吗？谢谢。你要是真想谢谢我的话，
麻烦你下次再晕倒，晕在一个让我扶你不费劲的地方，好吗？赶紧把这药吃了以后回去睡觉吧。刚才你做梦，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梦话了。嗯。我说了什么？你一直在喊你妈妈。我还说别的了吗？没有。你妈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是心理咨询师，擅长分析人的潜意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在7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你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在我7岁那年，我妈丢下我走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带着我妈，带着你，咱们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顿顿是我的孩子，他要跟我住在一起。那你这是告诉我，你的选择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总是感觉在我7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我虽然是心理咨询师，可是我分析问题只针对我的来访者。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，我现在只知道你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。我先回去。等一下。这是我的泰勒斯弗罗斯，现在把它送给你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生病，我妈妈把这个送给了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，我抱着它睡觉，马上病就好了。从此以后，它就成为了我的守护神，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。现在，我把它转送给你了。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，你还把它送给我？只是一尊雕像，意象而已。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。谢谢。那我就收下了。这里改一下。没事，不着急。查到了吗？我现在下楼。那个大家，我也来了1个星期了，这1星期承蒙各位的关照，今天晚上我想请大家吃顿饭。好呀。时间地点我都发在群里了啊，如果没事的话，务必都闪光都来。哎，没问题，咱就当团建了啊。正好你把你男朋友也给带过来。行啊。真是越不能喝酒的人，答应的越快啊！嗨，我真不能喝，我也不能，你别惯我啊！我也不能喝，我也不能喝。得了你还不能喝？老板，你想吃啥呀？我想吃点辣的。我跟你说，那家湘菜馆特别好吃。哎，小莫哥，今天晚上8点半你也记得来啊？我吗？啊。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洗头发吗？光临。哎，哥，您是剪头还是洗头发？剪个头。哦，那还得洗一下。您是洗个您是洗一个50的还是80的呀？都行。那给您洗个100的吧，咱们这个进口的护发素。不用，50的就行。好。哎哥，
你这头发质量不错呀，要不咱们一会儿做个造型吧？你这个年龄段做这个造型特别时尚。好，一会儿看一看。我觉得你适合那个韩式造型，这个造型啊特别显年轻。现在大学生啊都做这个，便宜又好打理。像你平时睡醒的时候啊，沾点水捋一捋，特别适合上班族的。多少钱？烫头不贵，只要388。这个颜色有分价位的，这个造型最重要的就是颜色了。还有没有别的价位啊？咱们药水有588、688和788的。我建议您是用好点的药水，这好的药水啊不掉色，而且持久，上的颜色特别正，特别亮。那就来一个588的吧。哎，这2个加起来啊976，店里啊搞活动，充1000送1000啊！你看啊，你要花这个976，还不如办个1000的卡，里面直接有2000块钱，下次来还能做。我觉得太复杂了，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头吧。哎呦哥，不是，你刚刚说要做头发，我用的是高级的洗护产品啊，做头发的洗发水，这个洗发水是包含在套餐里面的，只是剪头发用不了这么贵的。要是让我们店长知道，我肯定会被说都是打工人体谅体谅我。那就做吧。其实咱们现在还有活动，就是这个高级洗护啊，也是可以免费的，就是您充5000块钱办个我们店的高级会员。以后你来洗头啊就免费，还送到这个洗护产品。不用了，我不住在附近，我就是路过。咱们这是连锁店，你办这卡到哪都能用，而且5000块钱又不多，你要用不完的话，给你的朋友用也可以，特别实惠。没朋友。哎，您说什么哥？可以是吧？那一会儿给你办卡了啊，以后啊你想洗头就找我，一会儿咱们加个微信，交个朋友，我叫 Tony 2，以后你的头我包了。Tony 2，挺个性的吧？我的寓意就是啊，我一个人顶2个托尼。您确实是。哎，这地方5000。哎，白金会员卡，您的包，来帮您背着。慢走啊，哥，下次还找我啊。齐了。哎，小二，终于来了啊！没事没事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。如果不够吃，咱们可以再加。哎，错对了，对了，哎，主持人啊，欢迎欢迎，这咱们部的人全部到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那祝我们公司顺顺利利啊！来，这红酒还不错吧？
这么丰盛，我们家丽丽转型啦。嗯。我怎么觉得你有情况啊？有吗？啊，我今天去面试。面试？恭喜我们家汤总终于出山了啊！看着你的小工作室步入正轨，我就安心了。你要继续搞我的事业。等一下，看你面带桃花，我怎么闻到一股恋爱的芬芳呢？有吗？嗯，我怎么觉得是你的呢？我怎么？这味儿是钱开义的活力海洋呢，还是叶家辉的血色木调呢？别乱说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去咨询呢，不跟你拼。今天我没有不去吧？我要走了。是不是？3杯3兄弟，2个7分糖，1个全。你好，先生需要点什么呢？你好，3杯3兄弟，2个7分糖，1个全糖，2杯原味奶茶，都要3分糖，其中1杯去冰，再来1杯红豆奶茶，全糖去冰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你的餐一会儿就好，可以在旁边稍等一下。好。啊，昨天真是喝太多了，可惜小梦不在，不然还有人能来挡挡酒呢。就是啊，哎，他怎么没来？来1杯，小心。那个，顺便路过，给你烧1杯。谢谢。你是5分糖吗？哎呀，谢谢小某哥。你也是5分糖。昨天晚上没跟他说是我让你换的地方吧？没有，我压根就没提，他也没主动碰。谢谢小莫哥。哎，小莫哥，你怎么还烫头发啦？我昨天路过，弄了弄，挺好看。那个莫哥，谢谢你啊，昨天你没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啊，没事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家里面正好有急事儿，所以赶不及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下次咱一起。哎，小莫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转给你。哎，于姐，你这客气了，我顺便捎带手的事儿。下次一定收钱啊。小莫，林哥明天请你喝咖啡。谢谢小莫哥。谢谢小莫哥。谢谢。今晚继续啊！行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这胃啊吃不消了。今天纯唱歌不喝酒。行，我看行，但是咱今天说好了，谁都不能给我点《秦凤王》啊。可以啊。哎，你想唱什么你就唱啊，那无所谓。那咱今天约几点啊8点半。8点半。你们呢？喂，姥姥，那个我晚上晚点回去，你先跟老爷先吃吧。啊，不是加班，今晚不是，可能朋友要约我出去。哎，小莫哥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行了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明天见啊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玉姐。啊，拜拜，辛苦兄弟。拜拜。家里还有饭吗？算了。好了，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聊到了家庭关系，家长与孩子之间如何有效沟通，以及家庭职责之间是否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。小莫哥，小莫哥，你还在公司吗？领导突然让我发策划案给他，我电脑里有文字版，你能帮忙把 PPT 做一下吗？感谢感谢，实在走不开。
这里有一个听众朋友啊问到，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分寸应该如何去界定？我觉得不光是在家庭关系当中，其实无论是职场、社会或者学校，我们都需要去理性。我收到了一则留言呢，是一个朋友倾诉了他最近的一个烦恼。说为了与同事之间建立好一个好的关系，他经常呢会准备一些早餐给同事们。一开始呢，大家会非常感激，但是久而久之呢，大家习惯了他的这个好。我们并不必要为了和谐而时刻保持通情达理，我们需要具备的是偶尔有度量欣然承认，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会不那么坚强。一切维系人际关系的关键都在于如何尊重自己，而不是顾此失彼。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需要任何的心理咨询帮助呢，可以前往何老师的幸福谈话工作室来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。何老师，莫先生你好。你好。请进吧。谢谢。先喝点水吧。谢谢。这是您的座位啊。啊，没关系的。莫先生，请你看一下这个。我还是要做一下正式的自我介绍。莫先生你好，我是赫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也很高兴。认识您。请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已经看过你之前填写好的问卷了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咨询，可能我会向你了解很多情况，来明确我们以后的咨询目标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你是为什么来这里吗？我就是您在电台里面说的，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会说话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呢？就是同事想找我帮忙，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，但每一次都是最后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。我在咨询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记录，不好意思。您请，没关系。像这种情况，一天大概有几次呢？大约3到5次左右吧。每一次你都会答应吗？是。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？不好意思。小莫，你还没到公司的话，帮我带杯拿铁呗。哎，我要卡布奇诺，大杯美式去冰。我这边要特制的。你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？我想我得快点去。快点去是你最终的决定，在你决定前有没有别的想法？其实我也不太想去。明白。其实你内心对这件事还是让你觉得有苦衷，很为难。因为那天下了大雨，我全身淋湿了，好不容易赶到公司，他们突然让我去买咖啡。小莫，你还没到公司的话，帮我带杯拿铁呗。
哎，我要卡布奇诺，大杯美式去冰。我那边要特制的。其实我很想去换件衣服，或者把衣服吹干。当时你的衣服很潮湿，你不愿意去，可最终你还是去了，对吗？莫先生，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好像习惯于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高于自己的位置之上。何老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时候不仅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，甚至还会讨好别人。有一次，公司的一个新同事请全公司人出去吃饭，但中途他们换了饭店的地址，也没有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晚没合眼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讨厌我？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二天我还是给全公司买了奶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是他们做的不好。买完奶茶之后呢？他们说下次一起聚，但是当天晚上唱 K 还是没叫我。其中一个同事还让我帮他做 PPT。那你做了吗？做了。如果当时你拒绝这个同事，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？没关系，莫先生，我们来放松一下，做一个简单的游戏如何？好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不用担心怎么做，你只需要把我当成那个经常找你帮忙的同事就可以。他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他的能力很强，领导很赏识他，所以给他安排了很多工作，但有很多内容是我帮他写的。明白，请你现在尽力把我想象成他，来进行一次对话，好吗？我尽力。小莫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阵雨轻轻地远远地飘出了天际，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。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，它温暖我的笑容，倾听我真实的声音，给我最温柔的回忆。看见了美丽的爱情，之间来临，牵你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牵你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